赵露思来的都是惊喜，不来的不是遗憾。赵露思第一次来横店拍戏，就住在一家叫影星的酒店。走出酒店是一个十字路口，站在那里可以看到远处一座更大的酒店大楼，这里住着很多赵露思心中的好演员。我也想住在那里看看是什么样子，这是我来横店的第一个念头。那个时候，赵露思每次下班回到酒店，都会站在十字路口想一想，我什么时候能活？所以我给了自己3年。那你现在就该活了，已经解决了。经纪人淡淡的说道。赵露思笑眯眯地瘫倒在沙发上。后来的发展，赵露思也觉得很神奇。我对自己太低了，3年了，但是我搬进了横店的第2部戏。当时我就想啊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。生活采访中，赵露思给人一种满足和幸福的感觉，类似于现在常说的佛系。采访结束前那冰冷的3年，被视为她很少出现的野心。在佛教与野心之间，赵露思将自己置于中间。所以，作为演员的她不仅对自己有标准和要求，而且服从和尊重现在的影视市场、观众给她的她能把握的一切，甚至各种甜宠剧。但对于赵露思来说，偶二字本身是无效的。赵露思主演的《女弟子来国子监》（以下简称国子监）热播期间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全员歪头事件。起初，赵露思的经纪人最先更换了3期的头像。随后，队伍中的所有人都选择了转头。你在群里发个消息，你会以为我这里有一群人。你在干什么？怎么还没说话？原来可爱也是会传染的，正好说明了国子监里桑琪的精髓——可爱。电视剧《国子监》在传闻中的陈芊芊之后被赵露思接手。对于当时的赵露思来说，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如何让2个看似相似的角色感觉不一样。赵露思把重点放在了桑琪的可爱上，元宝双髻、淡黄色的裙子，一把充满活力的雪花洒在镜头前，像刚出炉的蛋奶包迎接寒冷的冬天，活泼极冷的碰撞营造出和谐的静谧，笑着唱着祈祷成为最敏捷的部分，干干净净，人物立马站起来。赵露思善于从相似之处分析每个角色的独特性，并巧妙地用细节诠释，赋予他们不同的灵魂。比如，她也是一个诙谐有活力的女孩。陈芊芊最大的特点就是她的现代感，她其实还挺聪明的，带着现代女性的思维去了古代，所以她的搞笑点比较超然和气质现代。感觉剧中没有什么是火锅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2餐火锅社交，用白萝卜当对讲机，别忘了点个赞等等。赵露思将陈芊芊的现代感提炼到人物的言行中。至于郭子健，她是一个从小生活在边陲的女孩，是与骆驼和马匹一起长大的，但她很可爱，是一个清纯可爱的人。对于桑琪来说，赵露思的做法是化繁为简，去掉多余的设计，突出人物本质的甜美可爱。对比这2个人物，你会发现桑琪缺乏陈芊芊的现代感，整个人比较单纯。桑琪以同样的声音表演，有着相似甜美的外表，呈现给观众的直观感受就是古装少女的直爽可爱，不邋遢也不夸张。除了分析，情感是赵露思的第2把武器，她用情感给了角色的灵魂最后的眼睛，这更多体现在她对每一条感情线的深入揣测上。看完赵露思演绎的更多甜宠剧，你会发现，即使是在被观众称为玛丽苏的剧情中，她的角色也是清爽不油腻。可能是因为我松了很多，我们也改变了真人演员之间的台词，玛丽苏的部分台词会稍作调整，基本保证了观众不接受剧本也能接受。变化很大，让她过去，让她沉默。赵露思用自己的感受把自己和人物结合起来，揣摩出更能被观众接受的言行，分析每一条感情线的逻辑。我觉得逻辑也很重要，虽然是甜宠剧情，反应和状态的逻辑也很重要，很重要，一定要流畅。这个逻辑放在了桑琪对严云芝和卓文渊的感情这2条线上，这是一个放弃和选择的过程。这个过程随着桑琪的成长而展开。她是个很有主见的女孩，一开始她说我不喜欢你，我们不能在一起。在感情线方面，越长大越明白自己的选择。因此，当赵露思在采访中被要求用2本书来形容严韵智和卓文渊时，她坚定而迅速地选择了新华词典来形容3期的严韵智。
赵露思一遍遍地列出来，翻车一遍遍，想了想，最终还是选择了《红楼梦》，不能爱喜欢它。或许正是这种经得起推敲的细腻情感逻辑，以及甜而不腻的性格，让赵露思出现在甜宠剧中。这个命运被赵露思称为演员的使命。从去年的传闻中的陈芊芊到今年的郭子健，赵露思在各种甜宠剧中的相似甜美角色，让不少观众质疑，为什么赵露思总是在甜宠剧中在轮换？但赵露思觉得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。每个演员都会有自己的使命，就像很多演员都会演同一种风格的戏一样，但不是我必须绕着这个地方转，而是在某个时候，因为缘分，我得到了这样一个角色。甜蜜宠物剧，我不拍照，别人拍照，我都22岁了，别人会觉得不甜不尴尬，我为什么不能拍照？赵露思一点一点地分析着自己。他觉得既然有观众的提问，他就得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，给观众一个解释。我总是说我喜欢舒适区，但如果我接下来再拍一部甜宠剧，可能会比郭子健更有趣，所以有很多观众鼓励我继续拍甜宠剧。影视行业的演员不止一种，有些人敢于突破自己的舒适区，选择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。有些人愿意在适合他们生活的舒适区扮演一个角色，而且他们仍然可以扮演它。本质上，两者都是一种坚韧。比如看似简单的甜宠剧背后，也有演员对角色的揣测和调整，大到整个剧组对一部剧的打磨和提炼。呈现最简单的东西，有时需要更多的努力，而且这种努力经常被重复。选择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在某个领域工作需要毅力，没有一个演员不想接剧本，没有一个演员不想扮演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角色并拥有一个大团队。这是所有演员的梦想，但每个人都想去。这些呢？节目，谁来做这些节目？而且我觉得这些剧也不差，只是萝卜白菜各有各的爱，就像我爸妈看的一样，吃起来没有负担。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，这种剧有它的意义，所以我觉得没问题。陈芊芊诙谐的笑声给观众带来欢乐的同时，也对女主的设定进行了写实的讽刺。3期可爱的恶作剧惩罚也可以在饭后给予。无负担的正能量。赵露思清晰地分析了自己当前的任务，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创作有趣的作品和人物。每个人的使命都不一样，就像我玩所有的软件一样，我带给大家的就是快乐。如果你说我可以在一个剧中教你一些很棒的东西，教你成长，我不认为我的剧是的这些。所以我现在的戏，比如说今天很累，看了露丝的戏，心情就快乐了很多，仅此而已。在观众眼中，赵露思就像一座欢乐之泉，观众总能从她身上收获一份幸福，让人好奇这泉水的秘密。赵露思对生活的态度甚至是透明的，但生活中的心情却突然豁然开朗。投入演出是一件温暖而清爽的事情。我是一个情绪起伏很大的人，我会因为一些事情而生气，也会因为一些事情而感到沮丧和快乐，但我的积分总是在最高点，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，很多人都提到过，我拍戏的时候感觉很娇气，因为我的情绪就这样忽上忽下。快乐而充满活力，两个关键词组成了一部有趣的赵露思。这样的赵露思带来了一部有趣的甜宠剧。赵露思去年在接受故多采访时表示，乐趣会一直持续到最后。今年再问，乐趣还是一样，乐趣的定义和标准都变了。以前我觉得很有趣。现在我要开始思考，让观众看什么有趣，换个角度看有趣。那你觉得观众看什么有趣？不知道，我很迷茫，现在也很迷茫。赵露思说，因为我拍的时候觉得大家看这个可能会很有趣，但是有人会说啊，怎么了？有趣？最后还是决定坚守本心，就算两个人觉得我有趣，我也觉得我有趣。在观众和他的心之间，赵露思也选择了把自己放在中间，既关注观众的喜好和建议，同时又不盲从，坚守内心，不被影响。仿佛被问到是不是觉得自己甜美的外表限制了他，他果断地点头，说是，但并不觉得可惜。
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演员的角色，所有的角色都可以演，不管多甜什么的，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演员，但我不是那种演员，所以我只能做我的角色。首先，我还没有考虑过过渡。赵露思更关心的是沿途的风景，而不是为一个目标而努力。没有目标，无处可去，我认为这种状态是最好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与其说是赵露思选择了甜宠剧，不如说是甜宠剧选择了赵露思。他沿着马路走着，唱着腿，唱着歌，一切近在眼前，他站着离开了。你在等什么？就像面对他想住的酒店，他给了自己3年的时间，却没想到下一站就是那个念头的终结。其实都很好，来的都是惊喜，不来的不是遗憾。